最近戰場上傳出了一則令人震驚的消息。據基輔郵報等媒體報道，烏克蘭國防部宣布將在今年大幅提高對無人地面車輛的生產需求。前線指揮官將这些機器稱為新騎兵，他們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過去需要士兵用生命才能完成的任務。澤連斯基總統已下達指令，今年全年至少要裝備數萬輛無人地面車輛，生產量相比去年將有大幅增長。為什麼烏克蘭要砸下血本搞這些地上跑的機器人？面對擁有龐大數量優勢的俄軍裝甲洪流，這些小鐵盒子能起什麼作用？一輛被地雷炸斷輪子、被 FPV 無人機直接命中的烏克蘭無人戰車是怎麼做到把重傷士兵從俄軍火力網中救出的？當烏克蘭的鋼鐵狼群開始在前線圍獵俄軍坦克時，俄羅斯這個搖搖欲墜的金翼炸彈還能撐多久？今天火力軍就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這些不為人知的戰場幽靈，看他們是如何成為俄軍噩夢的。先看一組讓全世界軍事觀察家倒吸一口涼氣的數字。烏克蘭目前擁有超過100種不同型號的地面無人車輛，數十家私營公司正在為軍隊生產這些鋼鐵戰士。就在4月底，烏克蘭國防部長費多羅夫宣布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今年上半年將採購25000輛無人地面載具，數量比去年全年翻1倍以上，目標是將前線後勤任務全面從士兵轉交給機器人。澤連斯基本人也在同一天下達了明確指令，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必須確保今年內向部隊交付至少5萬輛無人地面系統。澤連斯基在講話中強調，每個人都必須明白，這關乎拯救生命、前線後勤、傷員撤離、戰鬥任務。UGV 的使用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擴張。更令人震撼的是烏克蘭的產能增長速度。據多家媒體報道，烏克蘭第3突擊旅下屬的一支 UGV 部隊已實現每周向前線運送10噸食物、水、彈藥和燃料，每月運送超過370噸軍用物資的驚人成績。今年3月，烏克蘭無人地面車輛執行任務突破9000次，剛剛過去的4月更是超過1萬次。這些數據是實打實的戰場記錄。而俄軍呢，他們還在用老舊的烏拉爾卡車在泥濘的土路上顛簸，然後被烏克蘭的偵察無人機發現，被海馬斯點名，變成公路上的廢鐵。根據開源情報組織 Oryx 的視覺確認數據，截至目前，俄軍已損失超過23000件各類裝備，其中坦克損失達4390輛，步兵戰車損失6429輛，裝甲戰車損失2399輛。此外，還有數百門火炮和數十架飛機。這些數字是經過照片和視頻證實的，實際損失數量可能更高。換句話說，俄羅斯引以為傲的鋼鐵洪流已經被打掉了超過4000輛坦克，損失觸目驚心。為什麼俄羅斯損失如此慘重？因為烏克蘭人發明了一種讓俄軍裝甲部隊徹底絕望的打法，先把俄軍坦克引誘出來，讓 FPV 無人機把炮塔炸上天，然後用無人戰車清理戰壕裡四散而逃的步兵。一名烏克蘭前線指揮官在接受採訪時說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僅今年初的幾個月，我們執行了數千次 UGV 任務，這種增長速度俄軍根本追不上。為什麼烏克蘭要如此瘋狂地擴充無人戰車？答案藏在一道簡單而殘酷的數學題裡。前線的最後10到15公里被稱為死亡地带，任何移動的目標，無論是皮卡、裝甲車還是單兵，從進入這個區域的那一刻起，就會被俄軍的 FPV 無人機、狙擊手和火炮鎖定，秒級反應，分鐘級擊殺。在過去，烏克蘭的補給兵們不得不駕駛着毫無防護的皮卡，在這條死亡公路上瘋狂飆車，賭的就是俄軍無人機操作員打盹的幾秒鐘。結果呢，車輛被摧毀的速度比補充的速度還快，前線部隊開始挨餓，彈藥打光，傷員等不到撤離。現在烏克蘭的戰術徹底變了，所有機器人能完成的工作都必須由機器人來完成。於是各種後勤機器人陸續服役了。泰尔米特無人運輸車在泥濘中爬行，運送着過去需要冒着生命危險才能送達的補給。據媒體報道，烏克蘭國防部今年初就已經執行了數千次無人任務，僅1月份就記錄了超過7000次 UGV 任務，涵蓋物資運送、傷員撤離和直接突擊行動。目標是将前線後勤系統由機器逐步替代。這意味着從彈藥、食物、水到藥品、燃料、備件，所有前線的物資供應都不再需要任何一名士兵踏足那片每分鐘都在死人的死亡地帶。當俄軍還在對最後1英里的無人後勤車束手無策的時候，烏克蘭人已經在最後1公里的泥濘裡跑了上萬趟了。
2024年底到2025年初，烏克蘭无人车執行過2次堪稱奇蹟的救援任務。第一個任務是烏克蘭獨立第一醫療營派出一輛裝甲無人戰車，深入俄軍火力覆蓋區，救出一名重傷士兵。2小時後，同一輛車再次出發，進入同一片殺戮區，裝載第2名傷員時被發現，被俄軍 FPV 無人機發現，並直接撞上了車體，爆炸震耳欲聾，但裝甲艙完整，傷員毫髮無傷，車輛拖着傷員揚長而去。第2個任務裡，同樣是一輛裝備裝甲艙的烏克蘭救援無人車，成功從前線救出一名受傷士兵。返程途中，車輛連續觸發了2枚地雷，第1枚炸斷了車輪，第2枚炸飛了車外設備。但在滿目瘡痍的鐵殼裡，那名重傷士兵被裝甲艙完整保護着活了下來。任務完成後，醫療營的官兵只說了一句話：如果戰士不放棄，我們就沒權利放棄。同時，烏軍官方對2次營救行動給出了極為堅定的表態：無論需要多少次嘗試，無論我們損失多少裝備，每一名士兵都值得被為之奮戰。這就是烏克蘭無人戰車在保護士兵安全方面所具有的強大潛力。他們不只是冰冷的殺戮機器，還是能把戰友從死神手裡搶回來的鐵甲騎士。對比一下此時的俄軍，一輛俄軍主戰坦克被反装甲武器擊中，彈藥瞬間殉爆，炮塔被炸飛幾十米高，裡面的士兵連跳車逃生的機會都沒有。在俄軍的裝備設計理念裡，從來不以保護士兵為核心，士兵只是鋼鐵洪流中的耗材。而烏克蘭的無人戰車頂着無人機的直接轟炸，碾過地雷的爆炸，依然能把傷員活着帶回來，這才是對士兵負責的態度。相信每一名前線士兵最安心的就是知道身後有一輛炸不爛打不穿，連觸發地雷都能保命的鐵疙瘩，隨時準備衝進火海來救自己。這種安全感是俄軍士兵永遠也體會不到的。前線上，烏克蘭無人戰車在保護士兵安全和後勤保障方面的強大潛力，大家有目共睹。這時候，各位觀眾朋友們會很好奇，那俄軍呢？他們不想救人嗎？是不把士兵生命放在眼裡嗎？答案很簡單，俄軍沒有烏克蘭那種成體系的無人戰車編隊，沒有裝甲救援平台，沒有抗干擾的遙控系統，更沒有規模化生產的後勤無人車隊。戰場上，一輛受傷的坦克陷在泥裡，俄軍工兵只能自己冒着無人機轟炸衝上去拖車，往往人沒救到，還把自己也搭了進去。俄軍的軍工體系在制裁下已經崩了，精密機床斷供，電子零件靠走私，坦克炮管都用的庫存救火翻新，拿什麼去造無人戰車？當然，俄軍也在嘗試造無人戰車。近年，俄軍陸續展示了信使、奧米奇、梭子等多種無人地面平台，甚至将老式 T-62坦克改裝成遥控自保车。據媒體報道，俄軍已在戰場上部署了超過20種不同類型的無人地面車輛，包括天王星9、平台 M、標記等型號。但這些平台的性能表現參差不齊，之前作戰測試中暴露過可靠性問題，而且數量極為有限，根本不成體系。俄軍最大的問題不是有沒有無人戰車，而是有沒有能力大規模、可持續的生產和部署。反觀烏克蘭，280家私營公司正在批量生產各類 UGV， 這才是真正的工業底子。相信大家都知道，戰爭每分每秒都在燒錢，俄羅斯的腐敗有目共睹。那當俄軍國庫告急的时候，錢從哪來？我們不妨把鏡頭轉移來到克里姆林宮的辦公桌上。為填補財政虧空，一場更隱蔽、更致命的戰爭正在俄羅斯的銀行系統和盧布匯率裡悄然進行着。2024年11月，普京簽署了一項非同尋常的法律。根據該法律，從2024年12月1日起，與俄國防部簽訂在烏克蘭戰鬥至少1年合同的人，最多可免除1000萬盧布，約合9.5萬美元的逾期貸款債務。說白了，普京的意思是，只要你願意去烏克蘭當炮灰，不管你在外面欠了多少錢，國家幫你一筆勾銷，簽約服役至少1年就行。這項政策執行到現在已經快1年半了，它釋放了一個什麼信號？這說明普通的現金獎金和子女入學優惠早就騙不到人了。俄羅斯的勞動力市場已經枯竭，失業率歷史最低，不是因為他們就業率高，而是因為能幹活的男性要麼在前線被當作炮灰，要麼跑出了國境。普京不得不用債務赦免這塊肥肉去引誘那些被銀行逼到跳樓的窮苦百姓，這實際上是把徵兵的經濟成本強行轉移給了俄羅斯的銀行系統和商界。銀行的錢收不回來，壞賬飆升。如果這些銀行開始倒閉，普京就有了一個完美的背後捅刀的政治借口，把戰敗的責任甩給不愛國的金融精英和寡頭們。與此同時，為了抑制居高不下的通脹，俄羅斯央行在2024年一度將基準利率拉升到驚人的21%。
然而只要戰爭還在繼續，經濟下行的壓力就不會停止。2026年4月24日，俄羅斯央行決定將基準利率下調50個基點至 14.5%， 這是俄央行連續第8次，也是2026年內第3次下調基準利率。降息本身是為了對沖經濟下行，托舉宏觀經濟，但持續的高利率即便在降息週期下，依然在抑制投資與消費，不斷侵蝕着普通民眾的積蓄。軍工複合體又在吞噬着那些原本用於教育、醫療和基建的預算。可戰場不等人，當俄羅斯還在想方設法用免除債務來徵兵時，烏克蘭已經在用無人戰車切實保護士兵們的生命。一個在消耗人，一個在保護人，一個在走蘇聯的老路，一個在奔向未來的勝利，這差距還用說嗎？看到这裡，火力軍希望和大家一起做一個沙盤推演，看看这場無人戰爭可能會是什麼結局。假設明天俄軍一個裝甲連試圖突破烏東某處防線，在以前他們可能會面對烏克蘭反坦克導彈小組的伏擊，頂多損失幾輛坦克。但現在烏克蘭有了無人戰車的加入，他們會遭遇什麼？俄軍坦克剛剛進入射程，就會被潛伏在前沿的 FPV 無人機群發現，坐標實時回傳，隨後10幾輛裝着反坦克導彈的無人戰車從隱蔽位置彈出，從多個方向同時開火。俄軍坦克慌亂中開始釋放煙霧，但煙霧對無人戰車的紅外傳感器毫無作用，擊穿一輛坦克飛頭，再擊穿一輛，再炸飛。俄軍幸存者想跳車逃跑，結果裝備着 12.7 毫米機槍的無人戰車從兩翼包抄，把逃跑的步兵全部殲滅。這場戰鬥全程看不到一名烏軍士兵，因為操作這些無人戰車的烏克蘭士兵都安安全全地藏在後方數公里外的裝甲指揮車裡。而且烏克蘭生產無人戰車的成本大概是一輛俄軍 T72 坦克的幾十分之一，一輛俄軍翻新 T72 的成本高達數百萬美元，而烏克蘭一輛泰爾米特無人運輸車的成本只有數萬美元。T72 被打掉一輛，俄羅斯靠落後的軍工產能需要數月才能補一輛，成本高昂。無人戰車被打掉一輛，烏克蘭的私營公司可能只需要幾天就能造出10輛新的，這就是消耗戰中的經濟對抗。俄羅斯在用人命消耗烏克蘭的鋼鐵，而烏克蘭在用可批量生產的無人戰車消耗俄軍有限的人力。在未來10年，當全球各國的軍隊還在研究如何組建無人戰車連的時候，烏克蘭已經擁有了世界上經驗最豐富的前線無人系統部隊。反觀俄羅斯，只能用老舊的 AK 槍族和蘇聯時代的 T72 打一場20世紀的戰爭，而烏克蘭已經進入了21世紀的無人化戰場。當俄軍坦克手在駕駛艙裡透過狹小的潛望鏡汗流浹背地尋找敵人的時候，烏克蘭的操作員正在後方看着高清顯示器，操控着新騎兵精準射殺目標。這不只是裝備上的差距，這是兩個時代之間的鴻溝。當然，這些鋼鐵狼群也不是毫無弱點，電子干擾是所有無人系統的最大克星，俄羅斯在這方面投入巨大，一旦失去信號，這些無人車就會在原地變成廢鐵。為了對抗這一點，烏克蘭正在為 UGV 加裝光纖控制器和 AI 自主視覺尋路系統，即使被干擾也能自己找路回家。同時，俄羅斯也不是完全沒反應，他們也在加緊研發無人車。目前，俄軍使用的信使無人戰車配備 12.7 毫米機槍和82毫米自動迫擊炮，但這恰恰證明了烏克蘭的路線是對的，連最迷信鋼鐵洪流的俄軍也不得不捲入這場無人系統的軍備競賽。然而數量和質量上的差距短期內無法彌補。本期關於烏克蘭無人戰車的分析就到這裡。最後，火力軍有幾個問題想和各位在評論區討論。普京用免除債務來徵兵，這套玩法能撐多久？當俄羅斯銀行系統被壞賬壓垮，經濟持續失血的時候，克里姆林宮還能用什麼來填補前線的兵力黑洞？歡迎在評論區留下各位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可以多多按讚、訂閱、分享，支持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